挖了一条三角缝的根。三角缝容易失水，上盆制作前要把这些叶都去掉。玩三角缝盆景，即使不上盆，也可以把这些老叶摘掉，能发出更多的侧枝，而且新长出来的叶也会变小。一般的落叶树种在上盆或者是培育过程中都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。摘掉的这些叶，枝干的走向就看得更清楚，动手修剪目标就会更明确。三角缝的根一般情况下都是直立生长，这些弯曲变化的状态是在高体根培育时生长初期就进行调根。我在前面发了一期调根的视频，可以先看看那个视频。这几条粗根是要露出来的，须根留着没有用。根挖出来之后，阴根转阳根中间有一个过渡的过程，在视频的后面会讲到。挖这个三角缝的时候，吸取了上次那棵榆树的教训，根留的够长，还是玩一本提根悬崖盆景，了却上次那棵榆树没有完成的愿望。把根的第一弯定好型，干错朵的根含水量高，容易折断，加工的时候动作要缓慢。像这样，悬崖的基本型就定好，再上盆对它进行裁剪和调整。先用这种透气性好的盆种养一段时间，主要是幼根，把它种活。确定好主干，这个节点的枝干分成两个方向，选择这条枝干做主干，变化会大一点，从这里把它截掉。几秒钟把它锯下来，把它培养成型要花几年时间。对装材定型或者是改变一个造型，舍弃是最大的，也浪费时间。这种玩法值不值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，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。三角缝生长快，愈合能力强。对结口的修整，不要担心它愈合不好，而是要防止它愈合后产生的膨大，尤其是在过渡点。截面要修整到位，要修整小一点。做悬崖盆景，对它进行上盆是整个悬崖定型的重要一环。有两个角度要特别注意，一是出根的角度，二是干的下旋变化角度。像这种以根带干的悬崖盆景，出根所形成的抓力和干的弯曲变化，基本就在于上盆过程中对几条根与盆所形成的角度的调整。用一个理线从盆里穿入，根用布包扎好，绑上理线，确定好出根的高度，将理线固定好。出根的反方向也用理线固定，确定根在盆面的位置，填上盆土。现在就可以对它进行出根的角度和干的弯曲变化角度调整。像这样干响对手，从侧面形成一个下旋的弧形变化，在这个受力点垫上一个小模块，用铝线向内拉紧。这种变化的角度主要还是凭个人对悬崖盆景的感觉，其他的根也要进行调整，形成一个亲疏有度、高低错落的整体。用这种方法对根干变化角度的调整，主要是找准几个受力点。像这个受力点就是最关键的，模块的大小确定了根干的下旋变化角度，像这样就基本调整好了。最后是剪，剪的目标是按照造型的要求剪出一个清晰的轮廓，也为后续的枝条生长腾出空间。
这本三角枫现在的生长方式与以前是完全相反的，原来的顶端现在变成了末端，生长的优势没有了，剪的时候要尽量的保留枝条。这些枝条原来是朝上生长，现在都变成了朝下。剪的目标是改变枝条的生长方向。三角枫是结绳芽树种，像对接北兰一样，修剪必须保留芽点。看不准芽点，用手摸一下，再动剪。像三角枫这种生长快的树种，过粗的枝不要留。这个侧面有枝，上端的这个直立枝就不要了。整个杆的左右出枝形成了一定的距离，为以后侧枝的生长留下空间。对三角枫这种愈合能力强的树种，要一次性把接口修平整。制作好了，接下来是对它进行养护，主要是阴根转为阳根的过渡养护。干出土的根水分容易蒸发，用塑料膜把它包住。在这个状态下，树桩对光感减弱，而它的温感增强。要把它放在背阴潮湿的地方养，养下山桩或者是干山盆的盆景都是这个道理。10天左右，新芽开始生长。现在还不能把它放在阳光下养护，主要是根的皮层太薄，保水性不强。养的过程土不要太湿，容易造成根的腐烂，微湿润就行。干促根长，新的根系形成也就大功告成了。我是山泉农场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